Hello，大家好，我是 RJ。今天特别感谢受到 Yaki Hong 的邀请。然后 Yaki Hong 呢是一个基于 Nostra 的去中心化内容协议，内容媒体协议。它支持各种媒体自由策划、创建、发布和报告各种主题。同时呢，今天也特别开心，可以邀请到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矿机制造商比特大陆的挖矿业务的泛亚太地区负责人 Roger，以及全球首个在 SEC 备案、专注于比特币挖矿永续算力的证券型 RWA 项目 Hashrate Asset Group HAG 的 CFO Joy，一起进行一场关于比特币挖矿、RWA 和监管的对话。Hello Roger，Hello Joy。哎，hello，hello。Hello，对，这样吧，先请你们二位介绍一下你们自己以及你们背后的业务。行，那我先来吧。啊，那我是 Roger，然后我是负责泛亚区这一块的矿机销售这一块业务。那比特大陆呢，在行业内呢，也是一个头部的矿机生产商。那我们也是一直是保持着全球的这个最佳的这个最低的能耗比啊，最高的算力啊。那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专注在挖矿啊，包括这个圈外的一些拓展啊，所以也是有很高兴这次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啊，包括我们在明年减半以后我们的这个业务的一些走向。嗯。Joy。OK，没问题。我是 Joe，然后我是 HAG 的 CFO。那 HAG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世界第一个能够是以算力，比特币挖矿的算力作为底层资产价值，然后并且预计达到每个月 WBTC 股利发放的一个 Security Token，中文叫证券型代币。那我们的 vision 也特别的简单，我们的 vision 就是我们认为比特币挖矿是一件好事儿，然后我们想要透过一个合规，然后公开透明的方式，然后并且是永续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比特币挖矿这门生意里头。所以我们在 RWA 非常深研了非常久，然后也有很多经历想要跟各位跟听众能够分享一下。对。太棒了，太棒了！好，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其实很好奇你们对于明年比特币减半这件事情怎么看？我相信这也是市场现在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大事件。然后这件事情对于你们各自的行业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先听 Roger 分享。是。减半其实是个大议题啊。我们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觉得从矿工角度来看啊，我一直跟矿工也在沟通啊。但目前的矿工呢，其实大部分在他们的实操的层面呢，他们很多确实是在观望啊，因为明年减半以后确实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啊。一方面可能是对他们的这个挖矿收益的影响啊，还有一块就是币价的这个因素。那大部分矿工呢，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传统矿工他会做一些这种矿机的一些升级啊，来迎接明年的减半。那新进的矿工呢，可能他们会再看一段时间。那这是从矿工的角度。那从我们别大陆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也是在做一个两方面的布局。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大概率我们从历史来看啊，包括从现在的这个宏观政策来看，那美联储也开始这个加息已经告一段落啊。然后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比特币的明年还是有很大概率在未来2年内还是会产生一波牛市。那同时，如果说比特币价格如果维持现状，或者说没有很大规模的一个上涨的话，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些布局。那一方面，我们会在不停的在矿机方面，我们还在不停的在精进啊。我们也刚推出了我们新的矿机啊，也是又一次就是站到了这个最高的点啊，就是又一次把这个算力啊，还有能耗比又推上了一个最高的点。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考虑说我们怎么去做一些这个圈外的一些拓展。那我们本身的挖矿业务，虽然说对于传统的矿工来说，收益可能不及一年前或者2年前这种牛市的收益，但是对传统行业来说，对传统的金融的客户来说，收益还是相当高，而且稳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现金流业务。所以我们也是在做一些探讨，说在另外一个层面，如果比特币价格该减半以后，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我们也会从一些新的业务的角度，把矿机把挖矿作为一个底层的资产，那像我们的一个传统金融的一个业务去一些客户去做一些拓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挖矿。对。对，我还是非常认同 Roger 说的，就是其实
从历史上来看，每次的减半伴随的都是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cycle 吧，就是比较明确。那当然就是历史不能够完全的guarantee and 就是任何未来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很期待的。那其实历史上翻开来讲的话，其实比特币倒挂的情况对矿工来说其实发生也比较少，但是当然就是建构在目前的币价没有因应任何比特币减半挖矿减半而有任何向上的空间的情况下说这事儿，所以在倒挂情形少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未来还是挺乐观的。但当然，就是目前不仅仅是所谓的减半的效应，其实还伴随着其实是比特币挖矿难度的提升。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拥有规模经济就是特别重要的，对吧？在减半的情况之下，其实减半的是所谓的每增加一个区块，然后矿工得到一个收益。那其实矿工还有另外一层的收益是来自于验证比特币网络上的交易，对吧？那这两个交易都是动态调整的，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比特币网络能够安定、能够稳定。所以在减半是个事实的情况下，可能用 BTC 本位的收益对矿工来说，可能有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如果你从美元本位去思考，比特币矿工的收益，然后再加上历史上有比较好的所谓的 uptrend cycle，伴随着每次比特币减半的话，其实 U 本位相关的收益对矿工来说，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那既然聊到这个减半之后对于收益的影响，你们觉得减半之后挖矿这件事情是否还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呢？对，就像我说的嘛，就是其实，在价格目前如果还没有明确走向之前，其实肯定是有风险的。但是其实像 Roger 也提到了嘛，就是现在有很多衍生品，然后很多相关避险的情况可以让矿工们去做选择。再加上其实 HAG 我们本身也是2014年就开始进到比特币挖矿行业里头的，所以其实伴随着不同的牛熊相对应的弹性，或者是历史上在行业里头的积累，其实也相当够的。所以目前考量风险有的话，但是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对应的一些策略。所以上行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比下行空间还要大许多。Roger 觉得呢？对对，这个方面我还是挺赞同 Joy 的这个看法。其实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从短期跟长远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这么来看。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比特币价格我们能不能有收益？其实就是我可以很明确的说是有，而且收益还是相当的不错。那如果说我们考虑到减半以后，那我参与到挖矿，那会不会有收益？那其实我的观点是，收益远大于风险。那也是从历史啊，包括从整个这个目前全球的这个大的宏观环境来看啊，因为从比特币本身现在也是在一个熊市的阶段，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一些合规啊或者监管啊，我们也看到说比特币开始越来越走向大众，那所以我们认为说比特币的价格应该会越来越趋于稳定。那本身现在也是在一轮这个熊市的底部，所以我们认为说，即使在这个阶段，如果挖矿都还是能有一个很稳定的收益的情况下，那我们再往未来去看的话，那其实收益这个远远是大于风险的啊，所以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我相信其实很多像我这样的个人投资者，其实都考虑过去参与挖矿。然后大家其实一直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挖矿这件事情好像是更适合，或者说专门是给大的投资机构，或者说大的矿工群体、大资金考虑的。所以趁这个机会，也想请教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散户参与挖矿最佳的方式是什么？以及这样的一个方式背后有什么样的风险？它的收益怎么样？这个我先说吧。那其实这个经常会有客户来问我，我们其实，很多这种哪怕是传统行业的，还有一些在币圈的一些投资者，他们也觉得，哎，我要不要可以去做一些挖矿？那我其实也帮很多客户做了一些分析、一些咨询。那我的观点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
我不认为个人去真正的参与到整个挖矿环节中是一个很好的决策啊，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现在总体来说，挖矿它是更趋向于一个机构化、资本化和专业化的一个业务吧。那用户在参与的过程中，他需要先要了解矿机，要了解运维啊，然后要找到合适的矿场，同时还要有比较稳定的供电啊。那在这一块，它其实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个周期也比较长。那如果个人参与的话，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但是呢，要找到合适的产品。那在目前，其实在这个阶段，那我们其实也有很多这种给个人参与的，包括像Joey这边的一些产品，我觉得都非常适合个人来参加。那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把专业的事情给专业人去做啊，然后包装成这种挖矿的相关的这个金融产品啊，然后个人直接去购买就好啊，它同样能获得到收益，而且大大降低了这个踩坑啊，包括学习的这种成本。对，我觉得还是挺赞同 Roger 说的吧，就是挖矿这门生意其实是个好生意，就散户们肯定也看得见，但是就是看得见摸不着，对吧？而且怕像您说的被踩坑。其实我是不建议很多散户直接跑过来看别的大陆的官网的，很多人一看就懵了，各种参数啊，然后还什么都很多看不懂啊，包括很多人问我说，哎，这个 T 是什么意思呀，对吧？然后就焦耳美 T 是什么意思呀？然后去解释完了一圈，然后说，哎呀，那我这个放进去以后，你要考虑什么问题？什么恒温、恒湿，对吧？什么湿度，然后运维怎么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水冷矿机，那里面放水还是放油啊？这一整套成本确实比较高。就像你讲的，这是一个趋于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对，然后很多客户看到别的大陆这个官网就吓跑了。然后，所以我们说，其实下次，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行业真的是一个好行业。其实确实我们需要不光是放这种专业性的东西。那如果你这个块看不懂，我觉得很正常。那比如说像更多的一些挖矿基金啊，像就那边的业务，我觉得是给行业真的带来，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带来很大的一个延伸。那很多客户说，那你是个人，我推荐你去看那一块啊，你只管你的收益，专业信息你可以不用去看，是这样。其实，其实不瞒您说，我先前最早一份工作是在 TSMC，那其实那时候其实就了解到比特大陆，因为也是用 TSMC 的晶片。那其实，真正我第一步踏进去比特币挖矿的矿场之后，其实我才真正了解到比特币挖矿，从本质上了解。所以像您说的，就是去官网上看，其实一看就懵了。而且其实它就像电脑主机一样，就是其实密密麻麻，你也看不懂里头到底是干啥的。对，所以我们内部也做过调研，其实跑了很多场线下的 roadshow， 就其实可能在场可能几百位听众，可能90%都曾经持有过比特币，但其实只有2到3位听众是真正拥有过比特币挖矿的经历。所以这也呼应您说的嘛，就是其实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嘛。那坑要怎么保护呢？其实坑就要交给那些在行业里头已经有相关的人脉也好，或者是已经踩过坑的人也好，去提醒他们去做一些市场教育。所以其实HAG 想做的就是透过我们已经在行业里头累积的经历，然后透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去避免掉一些投资人，然后去踩过我们踩过的坑。对，然后尤其去年暴雷特别严重吧，不管是那3件最著名的暴雷事件，对吧？所以怎么样让客户然后信任比特币挖矿，然后能够透过合规的方式去做一层保障，然后是用一种比较透明公开的方式参与进来，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说到就刚才聊到这个坑这件事儿，能看出来大家都很兴奋。我个人其实在了解挖矿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意识到挖矿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末端的投资者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透明的。然后这些潜在的坑，其实我相信也是所有考虑过参与挖矿的人内心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担忧点。所以今天你们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具体都有哪些坑。我先来吧，因为我们最近面对的投资人也比较多，好呀，做了很多市场教育。就
有几种方式嘛，目前市场上一要么就直接跟比特大陆下单，然后买矿机嘛。但是其实你要怎么找货源，然后怎么样去运送矿机，然后过海关，然后包含矿机之后的运维，其实都非常累人。说实在，就是你没有个工程背景，要做相关的运维，其实有点都非常的费心，对吧？然后，如果您是看一些可能市场上一些云算力啊或等等的，其实某方面来说，它跟 HG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合规嘛，就是其实呃这些产品主要都是没有底层算力作为底层资产，再加上其实他们投资人拿到的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呃挖矿的收益权，而不是算力的本身。那这个就有区别了。其实就等于他们要怎么定玩法的话，其实投资人在玩法上没有任何的保障，对吧？就今天我说我不发，就是我没有办法赚钱，我没有办法发股利，那我就发不了了嘛。其实这个事情在北美的一些矿机的一些公司，他们企业他们就发生过这事儿，对吧？通过做账的方式，让财报看起来不好，就不用发股利了。所以其实 HAG 想要透过合规的方式，然后透过 SEC 备案的方式，去让投资人有多一层的一个保障，然后再加上我们 Security Token 是有算力作为底层资产的一个背书，所以整个来说就是让用户在信任上再加了一层信任感，去避免他们踩任何的坑。然后刚刚提到那些坑呢，也透过我们的行业的积累，然后去避掉他们这些可能的风险。明白。所以就是 HAG 是尽可能把整个这个不透明和复杂流程简单化，同时呢，因为你们是 SEC 背书，所以在这个安全性上面和信任程度提供了多一层的这样一个保障。所以能问一下，比如说万一他出任何事情，这个投资人是散户找的是谁呢？只不是 HAG，不是 SEC 备案的，跟有头债有。所以就相当于你们给这些散户投资人提供保障，然后同时因为你们对于这个赛道更有经验，或者说你们这个人脉吧资源更广，所以你们会能够更好的去避坑，然后同时你们肯定也是会有其他的 action 再去 outsource 这一层的保障。对，没错，就是怎么样去 diversify 这个风险，提供保障。没错。理解了。那 Roger 呢 ？Roger 这边肯定这个感受更直接。对，风险这一块呢，其实一直是伴随着挖矿的。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矿工啊，那从这个519开始出海，那其实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吧。然后确实，因为我也是跟着矿工一起去关注他们的业务。那最早其实中国的很多从新疆这些地方出来以后，四川这些出来以后呢，其实有的去了这个中亚像各种什么斯坦这种国家，然后呢，有的当然去了一些美国，还去了一些其他国家。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最终现在大部分矿工还是集中在北美那这中间也是出现了很多这种迁徙的过程。我们发现，在中亚包括政局不稳定经常停电这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家，你的运输环节包括海关这些都是有很多问题。那还有一些就是矿工出海，他并不了解当地的气候可能他本身在国内跑的这些矿机，到了当地他发现跑不起来老是出问题。那同时刚出海的时候，那整个售后包括这个维修，那其实都会面临着比较多的问题。你矿机一坏，可能一来一回一修就得1-2个月时间然后还有一些托管的风险。那矿工来说，他不会去自建矿场，那一般都会跟当地合作。那么你去跟当地人合作，你又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会面临的这种断电甚至别人看到你赚钱，他搞清楚了以后，他就给你使一些招，对吧？就矿机就莫名其妙就没有了。所以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说矿工现在很多它集中在北美，那面临着减半呢，那其实矿工现在还面临这些问题，就是比北美的这个电价并不便宜。那在获得一些法治一些安全的保障的同时呢，那其实
相应的来说收益比其他地方要稍微差一点。那在目前刚出海的情况下呢，那矿工那第一选择就是安全。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趋势，就是有一些矿工在从北美再开始搬。那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他们每个矿工有每个矿工自己的优势，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国家开始逐步建立一些资源啊，他们会开始搬到一些对他们来说相对可控的地方可能在当地也有比较低的电价，那他们会开始逐步的开始去做一些调整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风险一直是伴随着这些坑也一直都在，所以其实也就说到那句话，就是确实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而且有些它并不是一些技术上的一些专业可能需要把控的一些风险，包括政策包括你跟当地的一些关系跟电力局的一些关系有没有拿到当地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它是一个赚钱的生意但是并不是一个门槛低的生意。听起来真的就是从自上到下，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流程，从这个运输、出海关、自建矿场到后续的托管维修，就是全部都是有这个很难去不可控的这些因素存在。对。Roger，因为你的业务会接触到大量的这个矿工嘛，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感觉这些年矿工群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因为我听说有非常多美国上市公司，然后家族基金，甚至像是中东的皇室、东南亚大佬，所以这个变化它是具体是怎样的，以及这个变化背后它反映了些什么呢？是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就是我们现在能明显的感觉到，其实挖矿开始逐步就是走向一个资本化、专业化、机构化的这个过程。那这背后其实就可以说成，其实挖矿因为它是一个重资本，所以更多的就变成一个资本和有钱人的一个游戏。那首先投资规模也比较大然后它对这个政策包括对资源的要求也比较高。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客户呢，像我看现在这2年入局的一般都是3类客户吧。我觉得第一类就是资本型的，那他有钱他觉得我可以去投一些这种基础的项目从建矿场开始但是前提是他要能找到专业的团队他能来做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呢，一般是这种在当地确实有一些政府关系的那他们呢就是首先他能比较稳定的拿到一些电拿到一些相对低成本的电，然后呢对他来说政策风险是非常低的那这种人他其实是可以进来的。那首先这种人肯定也不会缺钱，这些客户他们会来布局这个东西，花1-2年时间来布局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资源做能源做贸易的，那这2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很多做能源的这些有些能源贸易商他们发现他们手上的这些能源可以用来发电来做这个事情而且它相对来说这个成本也比较低所以他们会开始进到这个行业开始做这些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一定是要在有资源相对来说有一些钱的这种背景下才能把这个整个挖矿这一块才能搭起来确实这个这几年也开始出现很明显的这种趋势那个人的话确实比较难然后矿机现在也不可能放家里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些当然这是很赚钱的业务，那其实现在也有大量人看到说就是说我们来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这些机构之间其实竞争也是很激烈的，那大家觉得我要把我规模做大，那我也需要去出拳，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我们看到的挖矿基金还有一些创新的一些业务出来，把一些传统金融的这个投资者给引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所以现在金融产品配进来以后呢，不光是传统你去投矿场做基建自己挖，还是散户，其实我觉得现在都可以进来，方式不同这个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 sorry， 就其实也赞同 Roger 说的，就是其实过往就真的是大资本的才能搞的事儿。但其实一开始09年开始，其实比特币挖矿，你用一本 notebook 其实就能够挖的嘛。但现在不是这回事儿。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这的确是一个资本的游戏。但是我们想做的，其实更多是让一些散户能够
be part of 这些资本圈的一份子，然后参与到里头。对，所以您说这是好呢，也有不好，对吧？就等于市场教育这一块，等于我们要面对更多的投资人，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整个 Bitcoin Network 是好的事儿，其实 HG 都还蛮想做的，对，吧？写个这个包啊。对，刚才听你俩提到，就是这是一个适合大资本，其实一直以来挖矿感觉都是一个适合大资本的，但是像刚才就是我听二位的这个分享才意识到，就是整个这个矿工背后它的这个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就开始往这个比如说能源，或者说能够拿到一些当地的一些更好的资源，能够去就是拿到更优惠的电价的。就其实这件事情也像周二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趋势相当于整个这个赛道的门槛其实是越来越高了，已经不再仅仅限于你有资本就可以干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也是就是听那个 Roger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想到就是这轮牛市和以往牛市其实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就在于虽然现在是处于一个这个走熊的趋势，但是其实这轮牛市算力是一直在不断上升的。对，所以我在想，非常明显，这个特点非常明显。对，这个是区分于以往的这个熊市啊。对，您先说。对，我想说就是这个趋势，这个明显的特点，它除了直接反映了说整个市场对于未来这个比特币是看好以外，它还反映了其他什么东西吗？首先就是大家觉得，首先比特币呢，我觉得是真正被很多大的这些资本机构所认可，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呢，我觉得更多人开始意识到说，这个行业因为很多人之前没进来，他们会认为说，可能以前的这种宣传认为比特币它并不稳定可能就没了，我们就可能会说到这种真正的比特币的核心的这个价值。那现在我觉得更多人认可了所以会更多这种有一些这种优势的特别是一些能源商或者还有一些资本愿意进来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入的机会就可以去搏下一轮的一个牛市这是我们看到的。包括从我自己这边的客户来看在现在这个阶段去布局的，确实都是一些有实力的一些客户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确实比较看好行业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看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确实这些传统的矿工呢就是这可以说就是以前在挖的这些传统的矿工呢，他们确实也开始去找一些这种资本来合作一些这种就是有能源的这些人来合作会有一点感觉在资本行业里面的一个出圈的这种趋势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对，非常非常明显的两点那咱们再往远了去看，就再去看到这个比特币每4年减半这件事情。那因为每次减半挖到的这个 BTC 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嘛，所以这个是否是说最终这个挖矿的收益它会趋于一个平衡点？对这件事情 Roger 怎么去看？以及这个挖到最后的最后，对挖矿这件事情对于 BTC 价格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内部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关系到比特大陆的最核心，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卖矿机矿机能卖到什么时候或者说这个行业能发展到什么时候，确实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那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觉得会达到一个平衡点。那当这个收益呢，因为首先价格会这个挖矿的产出会每年减半，那按照我们历史来看的话呢，价格也会往上涨但是价格不会一直往上涨，那减半也会在持续，所以我认为会到一个点上，会到一个平衡点上，可能会能稳定下来那当然从大陆的角度来说大陆会不断的会推出新的矿机也会不断的帮矿工去做高这个本身挖矿带来同样的电力成本带来的更高的这个收益那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
我觉得会到一个平衡点。但当然还有几方面因素了，一方面就是这个除了我们的挖矿奖励以外，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链上的这个总体的活跃程度啊，那个矿工带来其他的手续费的这个收入啊，也决定了这个平衡点什么时候到来啊。我认为是这样啊，但是至少在未来4年或者再未来4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有点说的还有点早啊。至少我们在可看到的这一个5到10年内吧，我觉得还是相对收益会比较好的。OK，那二位觉得未来这几年整个这个比特币挖矿的趋势，除了刚才提到这个收益啊，就整个趋势会如何去发展呢？先请 Joy 来看一下。行，就补充一下刚刚 Roger 说的，其实比特币本身设计而言，就是它其实就是2100万颗左右是个总上限能够被挖出来的比特币数量，然后大约会是落在2140年左右，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久的时间嘛，对吧？那其实目前不管是减半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其实比特币矿工刚刚提到它有2部分收益，一部分是每新增一个一个 block， 然后它能够给到一个目前是6.25颗比特币，那将来会是3.125颗比特币，这是一部分的收益。那第二部分的收益其实就是所谓的验证的手续费，所以其实整个reward 是一个动态的调整的一个过程，所以就算是减半，将来一直的减半下去，其实在验证手续费上也相对应会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所以整个来说，只要收益面对矿工来说是一个能够持平的一个状态，或是有利可图的状态，其实对整个比特币网络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然后健康的一个模式。那其实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下，就是关于有利可图这事嘛，刚刚也提到，其实矿工所谓的reward 减半，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比特币整个生态里头 supply 的慢慢的递减，对吧？就供给慢慢的递减，那只要需求维持一定或是慢慢的增加情况下，其实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其实整个价格就会应该往上走，就是基本面上应该这样讲，对吧？那可以看到需求面，不管是先前的 Ordinal 或是现在的 Bitcoin Network 里头有很多的应用都已经出现，再加上其实近期很多传统资本，我看到黑石、BlackRock， 然后看到很多不同基金都有能够去申请所谓的 Bitcoin Spot ETF，right？ 所以整个需求不仅仅是来自于 Web3 本身，其实更扩及到 Web2 去的情况下，其实在有利可图的可能性还持续的话，对比特币矿工，对整个比特币挖矿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健康好的一个发展。Roger 对此怎么看？对我觉得这个收益还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基本上收益还会在长期内这种收益应该还是能一直存在啊，但是可能最终会到一个平衡点，但那个平衡点我们其实是很难预计啊，就看比特币最终出圈或者被这个市场我们总体能这个承认到什么程度。那其实前几年一直有一种说法，比特币会取代黄金那如果比特币能一直这么发展下去，那可能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大家都会保证这个能维持到这个收益但如果会遇到什么一些其他监管的压力，那可能我们会在维持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收益那其实这个不太好预测，但目前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从监管来看的话，目前还是相对比较正面的。明白。OK， 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咱们在聊挖矿的时候，其实一直有提到类似于锚定 BTC 算力的一些衍生品，比如说像是大陆在做的这个挖矿基金、算力基金，包括 Roger 现在业务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基于就是这个挖矿收益相关的一个 real world asset， 一个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对吧？然后 RWA 也是今年特别火的这样一个赛道，因为很多资本都认为 RWA 是有可能成为下一轮这个
场外增量入场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口。所以正好也请 Joy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目前备受市场重视的 RWA 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没问题，就是其实像您说的，就 HAG 本身就是 RWA 一种。那 RWA 其实字面上来看就是真实世界资产。那其实我比较想要这么去定义它，就是其实一切在真实世界里头属于资产，都是属于 RWA 的范畴，可以是大家平时看到的股票啊，或债券啊，或者是房地产、画等等，或者是大家看不见的，像是数据，对吧？你用户的使用数据、生产数据等等，其实大范围来看的话，它都是 RWA 的一种。那其实 RWA 不是个新的议题，其实在过去的3-4年，其实 RWA 就一直有被提起。那我觉得现在在被提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于信任问题，尤其是在22年的时候发生很多暴雷的事件，所以 RWA 它本身在真实世界里头有一定程度的所谓的政策是规范去规范相关的资产，所以某方面比起 Web3。是比较对 Web2 来说比较虚无缥缈的情况下，它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可信任的一个感觉。那其实纵观目前 RWA 跟一些 Web3 的发展，其实不外乎就3种主要的所谓的互动模式。第一种是行之有年，就是透过 Oracle 预言机，对吧？然后透过 Oracle 去读取 Web2 资产的一些相关信息。然后并且在 Web3 链上能够做到相关资讯的反馈，然后去做相关的应用，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 Web2 资产主动的放到链上去，那它可以是透过tokenomics 的设计，或者是经济学的设计，让用户能够主动的提供他们的资产、他们的数据，然后到链上进行相关的交互，这是第二种。那最后一种比较像是 HAG 的这种，就是其实链上链下其实没有太直接的所谓的 data 上面的交流，那其实更多的是透过链下资产的一个背书、一个绑定，然后去让链上的相关的交易活动能够反映到链下真实 utility 之间的交互，然后链下的相关的所谓资产的交互能够实时的反馈到链上，做一个相关的反射，就是透过不直接交流，但是链上链下透过相关的机制，或者是现实已经有的一些政策去保护链上相关的权益，这就是目前 HAG 在做的事。所以像 HAG 就是透过第一个就是相关算力的作为底层资产价值的倍数，那第二层是透过协议层。就是埋入很多像是 KYC 啊等等，像是合规的一些检查的点，进到我们的协议层 Web3 的协议层里头，去确保 Web2 的合规精神能够在 Web3 里头体现，透过这样方式去让 RWA 能够体现在 Web3 的世界里头。那这个市场其实挺大的，就是其实不管是 BOA 也好，是花旗银行，他们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报告。那其实他们预期在2030年的时候，大约是整个 tokenize 就是 RWA tokenize 这个市场大约有6.1万亿美元左右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其实目前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也不过是1.2万亿左右，就包含比特币本身的市值、以太币本身的市值也才1.2万亿，所以相当于有5倍的一个成长空间。那其实刚刚的中午的消息吧，对吧？然后有一个知名的网站 RWA.xyz 的这个数据网站也显示，在美国国库债 tokenize 的这个市场目前已经达到了6亿美元，所以可以理解，就是目前的确 tokenize RWA 是个市场上认可的一个共识，然后它透过合规现实市场的合规的模式提供信任感，让不管是 Web2 的投资人更加的买单，或者是 Web3 投资人提供另一层保护也好，我觉得整个市场是非常正向的，然后是一个 real topics。那目前 RWA 整个生态的这个格局是怎么样的呢？就目前主要的参与者都是谁？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OK，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透过几个面向去回答。第一个是 RWA 本身其实种类非常多，并不是所有的 RWA 都适合或是能够很快的进到链上的世界去，对吧？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最容易当第一批 tokenize RWA 的人，可能会是在 Web2 世界里头流动性低的，或者是没有太多既有法规或是规则去框架住它的这些资产，是最容易当成第一个tokenize 的对象。可能是房地产也好，流动性很低，对吧？或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挖矿，矿机流动性挺低的，然后矿机要脱手，流动性也挺难的，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矿机也好，这些相关的流动性低的资产也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潜在的标的。那目前其实，参与者除了这些资产的持有方其外，其实政府其实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像以北美来说，其实北美政府像我们刚刚提到 Secure Token，它背后的协议是 ERC 1404。那这个协议其实是美国 SEC 认可的一个协议嘛，然后包含我们也是 SEC 备案的公司，我们上的交易所也是美国 SEC 注册的一个交易所，所以整个来说，市场参与在政府这一块的话，其实北美走的挺前面。那目前亚洲区的政府其实也是非常友善的，我们听到了像香港政府、像新加坡政府，其实已经认可在沙盒里头已经颁布相关 RWA 的发了相关的产品。那日本市场其实也非常友善，那韩国市场也在等待政府给相关的所谓的政策。所以整个来说，不仅是 Web3的伙伴已经非常渴望能够踏进到 RWA，在现实世界里头拥有这些现实资产的一些 Web2 的玩家，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市场，那政府也看到这个市场，所以在一些产官学里头，其实很多人都参与到这个 RWA 的发展。嗯嗯，因为我同时很好奇，就是 Roger，如果你是从这个比特币行业的上游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挖矿这个角度来看，像刚才 Joy 分享的很全面的这个RWA 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类型，或者说去看，就像 HAG 这类专门锚定于比特币挖矿收益的 RWA 类型，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啊，就是在我们评估下来，在这个点呢做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那从大陆来说呢，大陆其实也不可能说一直去找这种专门挖矿的啊，就是我们其实也会是有一些这种挖矿的这个基金推到市面上。那当然我们是对的一些投资者，我们其实也是解决一些他并不懂挖矿的人，挖矿的具体业务的这些人啊，但是他可能有一些资本啊，他想进到这个里面来，那就是我们来去做一些底层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正确的也是一个趋势。那从现在比特币价格来看的话，因为在这个点上收益还是非常稳定，也横盘横了这么长时间啊，那这个点进来的钱一般都会说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收益会大于风险。那如果收益上去了，那可能很多人他会自己去挖矿。那如果不变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什么都不动，我就减少我的这种前期投资的，包括去学习的这些成本其实给市面上很多这种想来参与挖矿，但是又觉得门槛比较高的人，其实真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门槛，而且也增加了他们进入的时机像我前面说的，传统矿工很多其实现在还在等待，还在观望。那对他们来说，他们要做投资，要做基建。那如果我参与到这种金融产品里面来，他可能一下就会进来也不用去担心太多的这个前期投资的风险然后又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而且也非常明显最近非常火。那我同时就请教一下 Joy，像是 Roger 之前提到的，就是像比特大陆，同时在做的这种算力基金、挖矿基金，和像是你们 HAG 这一类锚定算力的 RWA 资产，这两类本质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我觉得本质上的区别是来自于投资人，对投资人而言会有一些区别。那其实以基金来说，它对投资人的要求相对高一些。一般可能是基金的 GP 的熟人，或者是你必须是合格的投资人，有资本相关的要求才能够作为基金的 LP，对吧？那一般的 fund 都是 close end，所以其实要买卖的话，其实流动性特别的，相对股票比较低，能这么说。那 HAG 的差别就是我们本身的资产的类别是证券，就是跟股票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其实包括 HAG 已经上了北美的交易所 INEX，对吧？就等于开启二级市场之后，基本上买卖你的矿机或者你的算力，就跟买卖股票一样是非常容易的，对吧？所以对 Web2 投资人来说，流动性是第一个是相对可能好一些，对吧？那其实更另外一层的话，其实它 Security Token HAG 比起一些加密货币来说，其实它对于 Web2 投资人没有那么太多的限制，因为它就是买股票是一样的，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几 percent 最高上限10% 之类的问题。但其实，如果是以合规为前提的情况下，Roger 提到的那种基金，其实跟 HAG 本身都是殊途同归的。只是整个可以很广泛的来看，就是很 high level 来看，其实都是有助于整体挖矿整个产业的，然后也助于整个 Bitcoin network 的稳定性都是非常有大的帮助。那 HAG 更多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vision，是让更多的投资人能够用合规、公开、然后永续的方式，能够参与到比特币挖矿，如此而已。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可能差异性就是来自于投资人的要求、流动性这块，其他的话就合规的前提没有差别。OK，明白。这个更多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互补的业务。像大陆的这一块呢，它其实更多的还是在说白了就是在解决矿工的这个一些后端的需求，就是我们可以把专业的事情做好，但是它其实前期还是想来挖矿的，来解决这一部分需求。那 Joe 这边的话，就是会完全打包，然后给到各种类型的投资者，会更广一些。基本上面对的也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投资人的市场。对。其实大陆也是很开心能看到，就是基于挖矿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金融产品和业务出来，这都是一起在同步的在兄弟登山。对。OK，对，能听出来二位对整个这个，尤其是这个锚定挖矿或者挖矿算力或者挖矿收益这一类的这个 RWA 资产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那分享了 RWA 资产的优势，同时也想听听你们怎么看 RWA 类资产面临的一些挑战呢？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可能像是监管的问题，或者说像是刚才 Joy 提到，它有点像是Web3和 Web2之间这样的一个嫁接的这样的一个桥梁，那这种东西呢，很容易就会牵扯到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包括市场上目前对于 RWA 这一类的基础设施是否够完善，就这些是我能想到的一些潜在挑战，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其实好像您说的就是其实也是主要的挑战了。那先说监管吧，其实监管就是个双面刃，它不一定是一个挑战，它有可能是个注意。以现阶段来说，市场上需要信任，那监管的角度其实某方面补足了这个信任感，对投资人来说。那其实说白了，目前也是在一个 Web 2.5的时代，就是 Web 3的话，市场教育仍在进行，那 Web 2已经走了很远了，对，所以现在是个 Web 2.5，就是大家既想了解 Web 3，又怕受伤害的情况下，其实 RWA 就站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捩点上面吧。那其实 Web 2跟 Web 3它不是个敌对的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今天 Web 3能提供 Web 2更好的优势的时候，那自然它就有 Web 3的舞台在嘛。那同样的 Web 2如果能提供 Web 3更好的优势的时候，那投资人不会就义无反顾的走到 Web 3去嘛。所以它是个互补的形态，像也是今天的新闻吧，对吧？就是其实美国国债，其实它收益率其实是高于 DeFi 的质押利率。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没有理由大众一定要进到 DeFi 里头做质押嘛。
其实只要能赚到钱，合法合规的赚到钱，其实才是投资人想要的，对吧？所以其实回归到监管，就怎么样能够提供信任，不管是这个信任是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看得到、摸得着，或者是以 Web3来说，这叫做不信任，对吧？Web3谈的都是 trustless，就是我信任你，我最大的信任就是我不需要信任，这是我最大的信任，在 Web3里头。那 Web2 里头谈的就是我有一个第三方，可能是政府或是一个像是 credit rating 的一个机构去评断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被信任。那这都是用不同方式达到同一个效果，所以只要这个东西对大众是好的，那利益是良善的，其实我觉得 Web2 跟 Web3本身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就基建来说，其实 Web3的基建其实也一直在发展，不管是像我们本身这个ERC1404，然后也很多不同 ERC standard， 其实某方面能够满足 Web2 要走向 Web3的所有的要求，包括是相关收益分配啊，或者相关权益的分派等等，其实基建已经慢慢在布局了。那现在就等待所谓的更多的是市场教育跟可能是政府的一把助力，去让更多 Web2 的一些观众听众能够更加了解 Web3，然后信任于 Web3。这其实是目前我觉得市场上主要的一个情况吧。对。Roger 觉得呢？监管其实我觉得监管不是一个问题，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包括从大陆角度来说，其实大家都是一直在拥抱监管，只有监管有规则出来，那这个行业才能良性发展嘛。其实刚才就也说了，从金融的角度啊，其实就说了一些监管，那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一些挖矿的角度，就是其实也一样嘛，就这边的底层资产，对吧？其实从挖矿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说，你看现在北美的矿工这么多啊，美国其实也是非常稳定，那所有的矿机过海关或者在当地去挖啊，包括正常的报税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可能国家和地区吧，都会采取一些这种明文的啊一些这种监管的这些条例出来。那有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挖矿会能更长远的去发展。其实我还是比较希望能看到这些监管的这些政策出来啊，这对行业是一个很好处。那正好就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正好是围绕着监管的，所以请二位分享一下你们自己在各自的领域感受到的当下的这样的监管的一个态度、力度，以及你们觉得这个监管带来的影响。我这儿的话肯定可以，这儿可以。对，就是其实我这收到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嘛，就是其实。因为毕竟我们在北美也正式发行了，其实北美对这个其实友善的嘛。那刚刚提到亚洲政府其实也是相对友善，对吧？所以不晓得就是 Roger 这边看看，就是从最源头的矿机这边，因为我们毕竟像是比较是中下游，对吧？就您这边看看，就监管在挖矿这个行业，因为我也听了不少新闻，就看看您分享一下，就矿机挖矿产业。就政府的态度是怎么样，也想了解一下。其实我们觉得啊，大部分国家跟地区其实对监管，对挖矿这一块业务，其实至少不会有明确的这种很否定的态度啊。我们来看，就是因为之前太多的乱象，我们看到很多大部分都是偷电啊，主要因为都是这种原因，或者说一些涉及到一些税务的一些问题。那只要这个国家有政策出来啊，有相关的制度出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从长远角度来说，我们是欢迎这个监管进来的。然后特别是你看现在的矿工反而会去监管相对明确的一些地区会去做，所以大家都还在拥抱这些监管啊。我觉得以后的话应该会越来越明确。这个东西这个监管落地以后呢，大家也会风险会更小，也更能看到长远的一些这种收益啊，跟现金流。我觉得监管是好事儿，我们最怕是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底下活着。是，对，某方面其实他会管前提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他才管，对吧？
是臭鱼烂虾他们干嘛管？OK，对，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你们二位现在所就是处的这个具体的细分的这个赛道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正好对于最底层的这个挖矿，因为它的这个不透明性实在是太大了嘛，就像刚才提到坑太多了，所以这时候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监管，可以去在一定程度上去提供保障的。然后同时对于 Joy 像对于 HAG 来讲，因为你们是属于证券类型的，所以这块你们其实也是需要监管，甚至说监管的介入对于你们来讲反而是你们的一个优势一个卖点。对，没错没错。其实 HAG 这3个主要的卖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合规，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开透明，然后最后是永续算力。所以的确，监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注意。OK，所以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个节目的所有内容。然后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的有价值。然后咱们是涵盖了对于明年 BTC 减半的这个影响，然后也讨论了这些年比特币矿工群体这个类别背后的转变，以及这个转变背后反映出来的一些趋势。同时，咱们也聊了目前市场上这个整个资本非常关注的这个 RWA 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以及二位也从自己所处的这个赛道，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对于监管的感受以及监管的看法。那今天非常感谢 Roger 和 Joy 的时间以及你们精彩的分享，也很感谢去中心化内容分享平台 Yaki Huang 提供今天的这个对话平台。